亲爱的朋友，经济世界是呈现经济世界的精彩故事和解释经济名词的频道，目的是探索曾经发生过的经济事件，解读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和影响。我们将视频分为10段，前9段为各个国家曾经使用过的政策片段观察，第10段剖析今日所抛出的经济名词的成因，以及这个经济议题曾经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探讨普通人遇到此类经济环境该如何面对。封面图的内容会在第10段展示，你可以在进度条上看到段落标签。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支持，谢谢观看。Observation 1. 玻利维亚于2000年发生的水战争是一个典型的发展经济学问题。政府为了改善基础设施，决定将科恰班巴市的水供应私有化，但这导致了水费的剧增。普通市民因水费负担过重而走上街头抗议。这一事件反映出，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平衡改革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能力。面对这样的政策，普通人应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保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也寻求和政府的对话，以实现公平合理的资源分配。Observation 2. 埃塞俄比亚的绿色遗产计划是一个积极的发展经济学案例。面对严重的荒漠化和气候变化威胁，埃塞俄比亚政府启动了一项大规模的植树运动，目的是恢复生态系统，提高农业生产力，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于普通人而言，参与这样的环保行动不仅是对国家未来发展的投资，也是对自己生活质量的直接改善。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种树和保护环境，为自己的社区和子孙后代留下绿色的遗产。Observation 3. 越南在上世纪80年代末实行了名为埃密改革开放的经济改革政策，它旨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一改革极大地促进了越南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面对改革后的竞争和机遇，越南人民开始创业，加入私营部门，并通过更加开放的市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对普通人来说，学习新的市场规则，适应经济变化，并利用改革红利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是适应这一大环境的关键。Observation 4. 智利的养老金体系曾被世界银行推崇为发展经济学的典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智利人发现这种依靠私人市场的养老金模式，并不足以保证退休后的稳定收入。面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和养老金的不确定性，普通智利人开始重新思考退休规划。许多人选择通过兼职工作、投资于私人保险或增加储蓄来确保老年生活的质量。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普通人需要变得更加财务自觉，探索多元化的退休准备方式。Observation 5. 希腊的债务危机是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宏观经济管理的一课。过度的借债和不切实际的财政政策导致了国家经济的崩溃。普通希腊人在危机中失去了工作，生活储蓄缩水，税负加重。在这种情况下，希腊民众开始学习如何管理个人财务，比如减少非必要支出，寻找额外的收入来源，以及学习金融知识以更好的投资和储蓄。这场危机教会普通人在不稳定的经济时期如何保持财务的弹性。Observation 6. 经历了1994年的种族大屠杀后，卢旺达面临着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挑战。然而，通过有效的政府领导和战略性的发展经济学政策，卢旺达实现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复苏和增长。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卫生系统，同时促进了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面对这样快速变化的经济环境，卢旺达的普通民众通过适应新的就业机会，如加入当地的合作社和小微企业，以及接受技能培训，提升了个人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Observation 7. 印度尼西亚的小岛屿和偏远地区经常面临着获得传统金融服务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印度尼西亚推广了小额信贷计划，旨在帮助小型企业和个体户获得贷款，
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这种发展经济学的实践为普通人提供了创业的机会，即使在缺乏大银行支持的地区，个人也可以通过小额信贷开展业务，如开小店、种植农作物或养殖水产。积极寻找并利用这些金融资源，是普通人利用发展经济学政策创造机会的一个途径。Observation 8. 巴西面临的一个经济问题是教育水平的不平等，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政府为了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实施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包括提供奖学金和增加对偏远地区学校的投资。这些措施旨在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面对这样的改革，普通巴西人可以通过抓住受教育的机会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无论是返校学习还是在线教育，增强个人技能都是适应经济发展、寻求更好就业机会的关键。Observation 9. 摩洛哥是一个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取得显著成效的国家，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国家大力投资太阳能项目，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对这样的政策，摩洛哥的普通居民可以通过参与太阳能相关的培训和就业机会来把握新兴行业的机遇。通过这种方式，普通人不仅可以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还能为推动国家的绿色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View.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在为了生活奔波，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人似乎总能轻松应对经济波动，而其他人则仿佛陷入了永无止境的财务困境？答案可能就隐藏在一个看似晦涩的学科——发展经济学中。简单来说，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通过政策和战略提高国家和个人的财富水平，并减少贫富差距。不过，如果你现在脑海中浮现的是一堆复杂的图表和晦涩难懂的术语，那么你就低估了它的魅力了。发展经济学不仅仅关注宏观经济指标，它更是一门关乎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实用学问。例如，它能教会我们如何在个人层面上做出更明智的财务决策，比如在何处投资、如何储蓄，以及如何通过教育提升自己的价值。但更有趣的是，它还能让我们洞悉国家是如何运用这些原则来提升整个社会的经济水平。想象一下，你正在观看一场激动人心的足球赛，球员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旨在最终取得胜利。发展经济学就像是国家层面上的这场比赛，每项政策都是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过去，数不清的国家已经使用过发展经济学的原则来实现繁荣，像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香港、韩国和台湾，他们在20世纪后半叶通过注重教育、鼓励储蓄和投资，以及采取有效的政府政策等手段，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现代化。这些国家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可以通过应用发展经济学的策略来改善经济状况。例如，新加坡依靠其前瞻性的政策，将一个小岛国家转变成了全球金融中心。他们的秘诀在于对教育的投资、政府的有力规划以及对外贸易的开放，这些都是发展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那么，普通人又该如何运用发展经济学的智慧来应对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呢？首先，了解和学习该学科提供的基本工具，比如理解供需法则，认识储蓄和投资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利用教育来提高自身竞争力。其次，我们应该关注那些能够影响我们经济状况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趋势，比如税率变化、就业市场状况及全球经济形势。在个人层面上，发展经济学鼓励我们像国家一样制定长远计划，这可能意味着建立紧急基金，规划退休生活或投资于个人技能提升。它同样提醒我们，金融安全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需要耐心、策略和持续的努力。现实中，我们可能没有国家掌握的资源和政策工具，但是发展经济学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我们的家庭和个人财务。
通过故事化的方式，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些原则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比如，一个家庭如何通过定期储蓄和精明投资来实现他们的财务目标，或者一个小企业主如何通过不断学习和适应市场变化来扩大他的生意。发展经济学不是一门只有经济学者才能理解的高深学问，它是一门每个人都可以利用的实用工具，可以指导我们在复杂的经济状态中做出更智慧的决定。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经济学家，而发展经济学正是我们财务管理道路上的一盏明灯。在20世纪的后半叶，亚洲四小龙中的一个韩国是一个备受贫困困扰的农业国，战争使得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几近崩溃，人民生活在贫穷线下，国家的经济前景似乎一片暗淡。然而，在这样的逆境中，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大而又具有前瞻性的经济发展政策，最终实现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政府首先决定以出口驱动型增长为发展战略，大力支持了一些具有出口潜力的产业。为了实现这一点，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实行低利率政策以鼓励企业贷款投资，提供税收优惠以减轻企业负担，同时建立强大的国家银行体系来为出口导向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与此同时，政府还大力投资于教育，以确保劳动力市场能够供应足够的技术熟练和专业知识丰富的工人。举一个具体的例子，韩国制定了经济发展5年计划，这是一系列旨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详细规划。在第一个5年计划中，政府重点发展了纺织和服装行业，这些行业不仅需要较低的初始资本投入，而且能迅速带来外汇收入。通过这一战略，韩国成功地将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转变成了一个工业化国家。此外，政府还采取了重化工业政策，重点发展了钢铁、汽车、造船和化学品等行业。为了加快这些行业的发展，政府不仅提供了财政和税收上的支持，还直接干预市场，例如通过限制某些产品的进口来保护国内新兴产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产业逐渐成为韩国经济的中坚力量，大大提高了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可以说，韩国的这些政策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实践证明。通过有计划的工业化和对外贸易的开放，韩国不仅摆脱了贫困的困境，还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一切的成功都归功于政府的远见卓识和对发展经济学策略的精准运用。韩国的例子给世界其他国家以启示，也为普通人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经验。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正确的策略和坚持不懈的努力终将带来转机和成功。Analyze. 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较贫困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条件及其提升途径的学科，对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其积极一面在于，它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提出种种旨在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的策略。例如，通过对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发展经济学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本，进而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社会的整体福祉。此外，该领域强调包容性增长，确保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广泛惠及所有社会成员，而非仅仅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然而，发展经济学的实践也面临着批评和挑战，其策略有时会因忽视地方文化和实际情况而不适合当地社会，导致资源浪费或项目失败。同时，一些经济发展计划可能导致环境破坏，对自然资源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对普通人而言，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活质量。在其积极指导下，普通人可能会享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以及更高的收入。但在不利方面，如果政策设计与实施不善，可能会导致社会不平等加剧，普通人的生活环境受损，甚至出现失业和社会不稳定的情况。因此，发展经济学的应用需要细致的规划和对具体社会环境的深入了解，确保其利益最大化，
同时降低潜在的负面影响。